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7月26日新闻头条：以议会推动收回犹萨，续以德鲁兹三方协议，美消灭 ISIS 高级头目，伊朗向哈马斯转账，以政要谴责法国。国防部官方消息，国防部边境与分界管理局局长晋升少将。国防部边境与分界管理局局长埃兰·奥菲尔准将7月24日晋升为少将。晋升仪式由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上将及多位高层共同主持。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埃兰并非每天都有机会将将军军衔授予一位把全部生命投入国家安全的军官，他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保障国家的安全与未来。我相信凭借你至今展现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你也将带领你所负责的下一个核心项目，巩固以色列东部边界的战略控制。这项任务的成功自然也代表我们整体的成功。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中将表示，军衔的提升意味着责任的加重，我们必须继续完成所有任务，不能在任何使命上松懈，包括营救人质、打击哈马斯、保卫边境等诸多任务。我们将这枚少将军衔授予一位远离聚光灯却为以色列公民带来安全的人。埃兰，以色列国防军为你感到自豪，并认可你的付出。这枚将星正是这种认可的体现。国防部总干事退役将军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未来数年，以色列必须大力投资于巩固各个边界的安全稳定，因为每条边界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在东部边境，国防部将启动一个多层防御系统的建设工程，融合实体障碍、部队部署与高科技手段，而最有经验、最适合领导这项国家级复杂任务的人就是你。埃兰从今天起是埃兰·奥菲尔将军。国防部边境与分界管理局局长埃兰·奥菲尔将军表示，过去20年来，我们对国家边界进行了重大改造，包括与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埃拉特、约旦、加沙边界及分界线地区。一路走来，我始终将以色列的安全视为首要任务，边界建设正是维护安全的核心基石之一。我们必须从10月7日事件中汲取教训，未来仍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是东部边界的建设，425公里的障碍线和487公里的安全基础设施，这是最长的边界。我们已准备好迎接挑战。感谢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总干事认可边界建设的重要性，并愿意表彰这些年来我的团队所付出的神圣工作。以军扩大加沙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正准备在加沙扩大机动作战，以应对哈马斯的回应。总理办公室表示，在收到哈马斯的回应后，办公室决定将谈判团队召回以色列进行磋商。哈马斯是主要障碍。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哈马斯将我们达成协议的意愿视为让他们制定危及以色列的投降条件的机会，他们就大错特错。他重申，哈马斯是人质协议进展的主要障碍。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说得对，哈马斯是人质协议的绊脚石。我们正与美国盟友考虑替代方案，带回人质，终结哈马斯恐怖统治，为以色列和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加沙援助分发实情，以军发言人25日带领来自全球主要媒体的数十位记者前往加沙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区域，展示堆放于加沙一侧的人道物资。这些物资为数百辆卡车装载，均获以色列批准进入加沙，但因哈马斯与联合国拒绝分发及阻止其他人分发，仍滞留原地。与此同时，哈马斯与联合国却指责以色列导致加沙人民饥饿。
以色列民事联络局负责人哈拉比上校表示，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运送援助物资，哈马斯每天都在制造危机假象，国际社会应了解真相。以色列国防部协调联络局坚决否认出现大规模饥荒，称正与人道伙伴合作缓解局部困难。他表示，哈马斯传播的儿童图像为系统性误导信息。以色列持续开放物资入口，联合国恢复分发后，2天内分发了270辆卡车的物资。以色列国防部协调联络局确认，约旦与阿联酋将协调以军继续实施人道空投。哈马斯发射火箭。哈马斯从汉尤尼斯向拉法援助分发中心附近发射火箭，落点距中心250米。加沙卫生危机，以军控制了加沙约 75% 地区，200万人被限制在 25% 区域，造成卫生危机。空袭哈马斯情报首领，以军定点清除哈马斯总安全局反情报主管沙尔，他负责打压异议与主持恐怖活动。以军继续打击北加沙。以军在贝特哈嫩、贾巴利亚与达拉杰图法赫展开定点打击与地面协作。此外，以军空袭摧毁恐怖分子反坦克阵地，部队拆除多条地道与地下设施。以政要谴责法国承认八国。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称，法国承认八国是奖赏恐怖主义，是制造另一个哈马斯国。定居者委员会呼吁主权扩展。犹太和撒玛利亚定居者委员会回应法国承认八国举动，呼吁政府立即进行主权扩张。以议会推动收回犹萨。议会通过不具法律效力动议，呼吁立即在犹太、撒玛利亚及约旦河谷实施以色列主权。总理缅怀贾伯廷斯基。内塔尼亚胡在纪念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贝塔尔青年运动的创始人贾伯廷斯基的活动上强调，以实力换和平，引用其父与贝塔尔主义话语重申国家安全方向。以军推动德鲁兹与贝都因囚犯交换。以色列官员正斡旋叙境内德鲁兹与贝都因部族的囚犯交换谈判，预计涉及数百人。叙阿勒颇发生大爆炸。叙利亚阿勒颇一处弹药仓库爆炸，死亡人数尚不明确，最少6人，最多达55人，伤者达140人。以叙秘密会谈在巴黎举行。美叙特使汤姆巴拉克证实，以色列与叙利亚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旨在缓解南部紧张局势。他否认叙方袭击德鲁兹平民，称可能是 ISIS 伪装所为，并警告叙政权没有 B 计划。叙以德鲁兹三方协议。叙外交部长与以色列部长德尔默在巴黎达成协议，协议包括所有部族与政权部队撤至德鲁兹村外，地方由居民成立委员会管理，库奈特拉与德拉南部解除武装，建立安全委员会，苏维达禁止政权军进入，仅限联合国，美方监督执行。数百贝都因家庭转移至德拉。美法叙联合声明强调边境稳定。美国、法国和叙利亚发布联合声明称，我们一致同意确保叙利亚邻国不对叙利亚构成威胁，叙利亚也不得对邻国构成威胁。美消灭 ISIS 高级头目。美国在叙北发动行动，消灭并逮捕多名 ISIS 高层。土耳其向叙政权交付装甲车。土耳其开始向叙政权运送国产装甲运兵车。伊朗渗透威胁升级。以色列情报机构警告，伊朗支持的武装或将穿越戈兰高地缓冲区，策动复仇袭击，以军已部署应对最坏情景。
伊总统帕扎西安称已做好再度打击以色列准备，同时澳大利亚建议本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伊朗经土耳其转账哈马斯。第13频道称，伊朗通过土耳其向哈马斯转账1亿美元，以规避国际限制。以外长促对伊朗重启制裁机制。外交部长萨尔呼吁英法德启动快速恢复机制，称举起之师行动以打击伊朗核与无人机能力。美退出多哈谈判并驳斥法国。美国特使维特科夫称，我们已决定将团队从多哈召回磋商，因哈马斯最新回应明显表明其不愿意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尽管我们做出重大斡旋努力，哈马斯却未表现出善意，而是以自私行为回应，这令人遗憾。美大使哈卡比调侃，法国愿提供法国里维埃拉设立法兰斯坦。国务卿卢比奥称，这是对10月7日受害者的羞辱，只会助长哈马斯宣传。川普称哈马斯根本不想谈判。美国总统川普严厉批评哈马斯，哈马斯不想达成协议，他们在谈判中退出，太糟糕了，哈马斯根本不想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想死。我们已到了必须完成对哈马斯作战的阶段，以色列人将不得不战斗并清除战区，我们必须消灭哈马斯。我一直说释放最后10至20名人质将是最难的，当只剩下少数人时，哈马斯永远不会准备好达成协议。以军空袭黎巴嫩目标。以色列无人机在艾塔沙阿布村袭击一辆汽车，战机空袭了真主党设施，包括火箭阵地与武器库。黎裔加国男子袭击埃及领馆。一名黎巴嫩裔男子袭击加拿大埃及领馆职员，抗议封锁加沙。星链全球故障。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全球性中断。泰柬边境冲突升级。泰柬边境爆发空袭，火箭弹与坦克冲突，局势接近战争。泰方疏散边境40公里范围，拒绝国际调停。装备对比，泰国为美制，检方使用中国产装备。开往加沙自拍船失联，汉达拉号船只载有23人，执行打破封锁任务途中与外界失联。报告称其上空曾有无人机盘旋，最终该船被定位于埃及公海，距加沙约650公里。耶路撒冷美领事馆附近持刀事件。一名背部插着刀的人在耶路撒冷市中心跑向美国领事馆，呼喊需要救护车。以警方挫败 ISIS 恐袭计划。3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 ISIS 恐怖分子因涉嫌计划在城市检查站对安全部队发动炸弹袭击而被捕。以军调查无人机破坏事件，3名以军士兵涉破坏空军无人机，若属实将受纪律与法律制裁。无人机毒品走私团伙被捕。警方与以军联合破获一利用无人机从约旦走私毒品的团伙，缴获17公斤大麻树枝。哈雷迪政治表态。联合妥拉犹太教党领袖表示，若强制征兵，宁愿哈雷迪人离开国家。总结，以军扩大加沙行动并清除哈马斯高官，控制约 75% 区域，援助物资因哈马斯与联合国阻挠滞留，议会推动在犹萨实施主权。总理谴责法国承认巴国，续以德鲁兹达成协议。美军剿灭 ISIS 高层。伊朗经土耳其向哈马斯转账，以方促重启制裁。美因哈马斯拒绝协议退出谈判，川普称必须消灭哈马斯。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